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驾崩，16岁的刘彻登基。这是汉朝建立的第61个年头。经过文景之治，国库充盈，粮仓满溢。史书上说：“京师之前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致腐败不可食。”但繁华之下，隐患重重。内有诸侯割据，尾大不掉；外有匈奴铁骑，年年南下。一个少年天子接手的是一个富庶却软弱的帝国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16岁的年轻人会用54年的统治，把汉朝推向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巅峰。他的名字会和秦始皇并列，成为秦皇汉武，中国历史上最具分量的4个字。他就是汉武帝刘彻。第1章：少年天子的权力突围。刘彻不是嫡长子，他能当上皇帝，全靠一场政治交易。他的母亲王氏原本嫁给了一个叫金王孙的普通人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后来王氏的母亲听算命的说女儿贵不可言，硬是把她从金家抢回来，送进了太子刘启的宫中。王氏很争气，给刘启生了3女1男，这个男孩就是刘彻。但刘彻排行第10，按说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太子。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，馆陶公主刘嫖，汉景帝的亲姐姐。馆陶公主想把女儿陈阿娇嫁给当时的太子刘荣，被刘荣的母亲骊姬一口回绝。骊姬觉得自己儿子是太子，将来就是皇帝，根本不把馆陶公主放在眼里。馆陶公主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她转而找到了王氏。有一天，她抱着年幼的刘彻，指着身边的宫女问：“这些姑娘给你做媳妇，要不要？”刘彻摇摇头。馆陶公主又指着自己的女儿：“那阿娇呢？”刘彻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“若得阿娇，当以金屋住之。”这就是金屋藏娇的由来。一句童言，敲定了一桩政治联姻。馆陶公主从此全力支持刘彻，天天在汉景帝面前说骊姬的坏话，夸王氏和刘彻。再加上骊姬自己确实不争气，心胸狭隘，最终汉景帝废了刘荣，改立刘彻为太子。公元前141年，刘彻登基，陈阿娇顺理成章成了皇后。但年轻的皇帝很快发现自己说了不算。当时的朝政掌握在太皇太后窦氏手中。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，汉景帝的母亲，汉武帝的奶奶。这位老太太信奉黄老之学，主张无为而治，对汉武帝想搞的那一套新政很不感冒。建元元年，汉武帝刚登基就提拔了一批儒家学者，想搞改革。结果窦太后大怒，找了个借口把这些人全部下狱处死。汉武帝的第一次新政胎死腹中。年轻的皇帝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只要奶奶还在，他就只能忍。这一忍就是6年。建元6年，窦太后去世，22岁的汉武帝终于亲政，属于他的时代正式开始。第2章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汉武帝掌权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思想。汉朝初年，从汉高祖到文景2帝都信奉黄老之学，主张无为而治。这套政策在休养生息阶段很管用，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跟不上形势了。汉武帝需要一套更积极、更有为的理论来支撑他的帝国蓝图。他找到了董仲舒。董仲舒是个大儒，他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天人3策，核心观点就一句话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董仲舒说，现在百家争鸣，思想混乱，老百姓不知道该听谁的，皇帝也没法统一号令，必须把儒家思想定为唯一正统，其他诸子百家全部废掉。这样一来，天下人的思想就统一了，中央集权自然就加强了。汉武帝一听，正合我意。但这里要说明白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不是纯粹的儒家，他是外儒内法，表面上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百姓，实际上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。这套玩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2000多年。为了推广儒学，汉武帝办了一件大事，创立太学。太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，专门教授儒家经典。学生毕业考试及格，就可以直接当官。这意味着从此以后，你想做官就得学儒家，
你学了儒家，自然就拥护皇帝的统治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思想统一了，接下来就是权力集中。汉武帝搞了一套制度组合拳，招招致命。第一招，中外朝制度。原来的汉朝，丞相权力很大，是百官之首，有时候连皇帝都要让3分。汉武帝不满意，他就提拔了一批地位不高但有才能的人，组成中朝，也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。国家大事，汉武帝先和中朝商量好了，再交给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去执行。这样一来，丞相就从决策者变成了执行者，权力被彻底架空。第二招，刺史制度。汉武帝把全国分成13个州，每个州派一个刺史，专门负责监察地方官员。刺史级别不高，但权力很大，直接对皇帝负责，可以弹劾地方上的任何官员，包括封疆大吏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制度之一。第三招，也是最狠的一招，推恩令。第3章，推恩令，千古第一阳谋。汉朝建立后，刘邦分封了很多同姓诸侯王，这些诸侯王有封地，有军队，有钱粮，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子，实际上就是独立王国。汉景帝时期，晁错建议削藩，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。虽然最后平定了，但诸侯割据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这个问题更加突出。怎么办？硬削。七国之乱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。不削，尾大不掉，迟早是个祸害。这时候，一个叫主符衍的人给汉武帝出了个主意，推恩令。什么是推恩令？简单说，就是让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，而不是只传给嫡长子。以前的规矩是，诸侯王死了，封地全部由嫡长子继承，其他儿子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汉武帝说，不行，你们都是诸侯王的儿子，凭什么只有老大有份？大家都有份，人人有份。这听起来像是好事啊，诸侯王的其他儿子肯定高兴。以前只能看着大哥继承全部家产，现在自己也能分到一块地，封侯拜爵，谁不乐意？但诸侯王本人呢？他愿不愿意？不愿意也没办法，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，而且你要是不同意，你的其他儿子们首先就不答应。这是把矛盾从中央和诸侯之间转移到了诸侯家族内部。更绝的是，那些分出来的侯国不归诸侯王管，归中央的郡管。也就是说，诸侯王的封地越分越小，而中央的地盘越来越大。举个例子，梁国原本有40多座城，经过几代推恩，到最后只剩下几座小城，连一个普通的县都不如。这就是推恩令的厉害之处，它是一道阳谋，明摆着是要削弱你，但你还没法拒绝，因为拒绝了就是跟自己的儿子们作对。而且这事儿还有后续，汉武帝后来又搞了个骤金夺爵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年祭祀宗庙的时候，诸侯都要进贡黄金助祭。汉武帝就说，你们进贡的黄金成色不够，是对祖宗不敬，然后就把他们的爵位给夺了。就这一下，100多个诸侯被夺了爵位。推恩令加骤金夺爵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困扰汉朝几十年的诸侯问题彻底解决。从此，中央对地方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。第4章，北击匈奴，从屈辱到决战。如果说内政是汉武帝的基本盘，那对外战争就是他一生的主旋律。汉武帝在位54年，其中43年都在打仗，而他最大的对手就是匈奴。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，骁勇善战，来去如风。从汉高祖刘邦开始，汉朝就一直受匈奴的气。刘邦当年亲率32万大军北伐匈奴，结果被匈奴单于冒毒围困在白登山，7天7夜，差点全军覆没。最后还是靠陈平用计，贿赂了匈奴单于的老婆，才得以脱身。白登之围后，汉朝就开始了屈辱的和亲政策。什么是和亲？就是把汉朝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，每年再送大量的丝绸、粮食、美酒，以此换取和平。说是和亲，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平安。但即使这样，匈奴还是经常南下劫掠，边境百姓苦不堪言，汉朝却只能忍气吞声。
这一忍就是70年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汉朝有钱了，有兵了，有马了。年轻气盛的汉武帝不想再忍了，他要打，但打仗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。满朝文武大部分都反对，他们说匈奴是蛮荒之地，打下来也没用，而且匈奴骑兵机动性强，我们打不过。汉武帝不管，他认准的是一定要干。元光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33年，汉武帝策划了一场伏击战——马邑之谋。他派了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，想引诱匈奴单于进来，一举歼灭。结果匈奴单于走到半路，发现不对劲，抓了个俘虏一问，知道了汉军的计划，立刻撤兵。30万大军白跑一趟。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了，但它标志着汉朝对匈奴的政策从防御转向了进攻。真正的决战在几年后到来，而帮助汉武帝打赢这场战争的是2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卫青和霍去病。这2个人都和一个女人有关，卫子夫。卫子夫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，有一次汉武帝去姐姐平阳公主家做客，一眼就看上了卫子夫，把她带回了宫。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的骑奴，也就是马夫。因为姐姐得宠，卫青也被召进宫当了官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马夫出身的年轻人会成为汉朝最伟大的将军。元光6年，公元前129年，匈奴南下，汉武帝派了4路大军出击，结果3路失败，只有卫青1路获胜，直捣龙城，斩首700级。龙城是匈奴祭天的地方，相当于汉朝的太庙。卫青这一下等于端了匈奴人的祖坟，这是汉朝对匈奴的第1次胜利。卫青一战成名，此后卫青一发不可收拾。元朔2年，公元前127年，卫青率军收复河套地区，设朔方郡、五原郡。河套地区水草丰美，是天然的马场，也是匈奴南下的跳板。收复河套等于在匈奴胸口插了一把刀。元朔5年，公元前124年，卫青率军夜袭匈奴右贤王，右贤王带着几百人狼狈逃窜。这一战俘虏了15000多人，牲畜几十万头。汉武帝大喜，直接派人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，统帅所有汉军。这一年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卫少的儿子，也就是卫青的外甥。他17岁就跟着卫青出征，第1次上战场就带着800骑兵，甩开大军，深入匈奴腹地几百里，斩首2000多级，还杀了匈奴单于的祖父。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，意思是勇冠3军。18岁的冠军侯前无古人。元朔2年，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2次率军出击河西走廊。第1次6天转战五国，斩首8000多级；第2次深入祁连山，斩首3万多级。这一战，匈奴人失去了河西走廊，被迫退到胭脂山以北。匈奴人悲歌：亡我祁连山，使我6处不翻稀；是我胭脂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。河西走廊的收复意义重大，它不仅切断了匈奴和西域各国的联系，还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打通了通道。但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。元寿4年，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——漠北之战。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，分2路深入漠北，寻找匈奴主力决战。卫青这一路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，他下令用5钢车围城营寨，然后派5000骑兵出战。双方大战一天，到了傍晚，突然刮起大风，沙石扑面。卫青趁机派2翼骑兵包抄，匈奴单于见势不妙，带着几百人突围逃跑。这一战，卫青歼敌19000多人。霍去病这一路更猛，他率军北进2000多里，越过离后山，渡过公驴河，遭遇匈奴左贤王部。霍去病大破匈奴，歼敌7万多人，一直追到狼居胥山。在狼居胥山，霍去病筑坛祭天，宣告胜利。这就是封狼居胥的由来，是中国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。封狼居胥之后，霍去病继续追击，
一直打到瀚海，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，才班师回朝。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，经此一战，匈奴主力被歼灭，被迫远遁漠北，从此漠南无王庭。汉朝70年的屈辱一扫而空，但代价也是巨大的。这一战，汉军出动了14万匹战马，回来的时候不到3万匹，士兵伤亡也很惨重，粮草物资更是消耗无数。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家底几乎被打空了，但汉武帝不在乎，他要的是尊严，是安全，是一个帝国的荣耀。他做到了。第5章凿空西域，一条路的诞生。打匈奴的同时，汉武帝还在做另一件事，出使西域。这件事的初衷其实也是为了打匈奴。汉武帝从匈奴俘虏那里听说西域有个大月之国和匈奴有仇，匈奴单于杀了大月支的国王，还把他的头骨做成了酒杯。大月支人被迫西迁，一直想报仇，只是苦于没有盟友。汉武帝一听，这是好事啊！如果能联合大月氏，东西夹击匈奴，那胜算就大了。于是他公开招募使者，出使西域。一个叫张骞的人主动报名了。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带着100多人从长安出发，踏上了西行的道路。那时候的西域对汉朝人来说完全是未知世界，茫茫戈壁，漫漫黄沙，没有人知道路在哪里，也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更麻烦的是，要去西域必须经过匈奴的地盘。张骞一行人刚进入匈奴境内就被抓住了，匈奴单于把他们扣留下来，这一扣就是10年。10年间，匈奴人给张骞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想让他归顺。但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他保留着汉朝的符节，等待逃跑的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张骞趁匈奴人不注意逃了出来。他没有回汉朝，而是继续向西走，他要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他走了几十天，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，翻过帕米尔高原，终于到达了大渊国。大渊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富庶，见到张骞非常高兴，派向导和翻译把他送到了康居，再从康居送到了大月支。但此时的大月氏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想报仇的大月氏了，他们迁到了新的地方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生活很安逸，早就不想打仗了。张骞在那里待了1年多，反复劝说都没用，没办法，张骞只能返程。回来的路上，他又被匈奴抓住了，这次被扣了1年多。后来匈奴内乱，张骞才趁机逃了出来。公元前126年，张骞回到了长安。出发的时候100多人，回来的时候只剩下2个人，张骞和他的随从唐义父。这一趟走了13年，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支的任务，但张骞带回来的东西比那个任务重要1万倍。他把西域各国的地理、物产、人口、兵力、风俗全部摸清楚了。他告诉汉武帝，西域有36个国家，大的有几十万人，小的只有几千人。这些国家大多是城邦国家，以农耕和经商为主，战斗力不强。他还说，西域的大渊国产汗血宝马，跑得快，耐力好，是最优良的战马。如果能得到汗血宝马，汉军的骑兵战斗力就能再上一个台阶。汉武帝听了非常兴奋，他意识到西域是一片新天地，如果能把西域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，不仅能彻底孤立匈奴，还能打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。于是，在获取并收复河西走廊之后，汉武帝派张骞第2次出使西域。这一次，张骞带了300人，上万头牛羊，还有大量的丝绸、黄金、宝物。他的任务很明确，联络西域各国，建立外交关系。张骞到了乌孙国，又派副使分别去了大渊、康居、大月支、大夏、安西、申毒等国。汉朝的使者第1次到达了这么远的地方。西域各国也派使者跟着张骞来到长安，回访汉朝。从此，汉朝和西域的联系正式建立起来。再后来，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，正是把西域纳入了中国的版图。而张骞开辟的这条通道，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。通过这条路，中国的丝绸、茶叶、
瓷器传到了西方，西方的葡萄、苜蓿、石榴、核桃、胡萝卜，还有佛教、音乐、舞蹈也传到了中国。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融合。司马迁评价张骞出使西域，用了2个字：凿空，意思是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凿出了一条路。这个评价恰如其分。第6章经济革命，钱从哪里来？打仗是个烧钱的活。汉武帝打了几十年仗，文景之治宰下的家底早就花光了，钱从哪里来？汉武帝的办法是搞钱。他搞了一系列经济改革，每一项都影响深远。第1项，盐铁官营。盐和铁是古代最重要的2种物资，人人都要吃盐，家家都要用铁农具，这2样东西利润巨大。以前盐铁都是私人经营的，很多富商大贾靠煮盐冶铁发了大财，富比王侯，但他们1分钱税都不交，或者交的很少。汉武帝说不行，这么赚钱的生意不能让私人干，得国家来干。他下令把盐铁的经营权全部收归国有，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和铁官，统一生产，统一销售。盐铁官营之后，国家财政收入暴涨，这笔钱成了汉武帝对外战争的重要财源。第2项，统一铸币。汉朝初年，货币铸造权是下放的，各郡国甚至私人都可以铸钱，结果就是货币混乱，质量参差不齐，通货膨胀严重。汉武帝下令把铸币权收归中央，统一铸造五铢钱。五铢钱轻重适中，质量上乘，老百姓都愿意用。这种钱从汉武帝时期一直用到唐朝初年，流通了700多年，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。第3项，算民和告民。算民就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，税率很高，大概是6%。商人要自己申报财产，然后按比例交税，但商人肯定不愿意多报啊，很多人都隐瞒财产。汉武帝又出了个狠招，告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隐瞒财产的商人，如果告发属实，被告发的人财产全部没收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一半。这一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告发的热潮，中等以上的商人几乎全部被告发，很多人因此破产，国家得到了数以亿计的财富，还有成千上万的土地和奴婢。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商人阶层受到了毁灭性打击，没人再敢经商了。第4项，军书平准。军书就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物资，哪里缺就运到哪里去，避免商人囤积聚集。平准就是国家设立平准官，物价低的时候买进，物价高的时候卖出，以此稳定物价。这2项政策既增加了国家收入，又稳定了市场，算是比较高明的经济手段。汉武帝的这一套经济改革本质上就是国家垄断经营，把社会财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。这些钱支撑了汉武帝几十年的对外战争，支撑了他的文治武功。但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了。第7章，晚年悲歌，巫蛊之祸。人都会老，皇帝也不例外。汉武帝晚年变得多疑、猜忌、残暴，他怕死，怕失去权力。他相信神仙方术，到处求仙问道，花了无数钱，想要长生不老。他还特别相信一种东西，巫蛊。什么是巫蛊？就是用木头刻成人形，写上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然后埋在地下，日夜诅咒，据说这样就能让人生病甚至死亡。这当然是迷信，但汉武帝信。征和元年，公元前92年，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生用巫蛊诅咒汉武帝，还和杨氏公主私通。汉武帝大怒，下令彻查。结果公孙贺父子死在狱中，全家被灭族。杨氏公主、朱翊公主还有卫青的儿子卫抗全部被牵连处死。这只是开始。汉武帝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几千个木头人拿着棍子打他。他吓醒了，觉得肯定有人在用巫蛊害他，于是他派了一个叫江充的人，专门负责调查巫蛊案。江充是个酷吏，也是个小人。他和太子刘据有矛盾，怕汉武帝死后太子继位会杀了他，
就想趁这个机会搞掉太子。江充带着人到处挖地找木头人，从后宫一直挖到太子宫。他声称在太子宫里挖出了大量的木头人，还有写着大逆不道的话的帛书。太子刘据吓坏了，他想去找汉武帝解释，但江充不给他机会。这时候，太子的老师石德给他出了个主意：你忘了秦朝扶苏的事吗？现在皇上病重，生死未卜，奸臣当道，你不如先把江充杀了，再向皇上解释。刘据被逼无奈，只能起兵。他假传圣旨，杀了江充，然后打开武库，武装了长乐宫的卫士。长安城里顿时大乱，传言太子谋反。汉武帝一开始还不信，说太子肯定是害怕了，又恨江充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他派使者去召太子来见他，结果这个使者胆小，不敢去，转了一圈就回来报告说太子真的反了，还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回来。汉武帝大怒，下令丞相刘屈毛率军平叛。双方在长安城里大战了5天，死了几万人，血流成河。最后太子兵败，带着2个儿子逃出了长安。汉武帝派人收缴了卫子夫的皇后印玺。卫子夫陪伴了汉武帝38年，当了38年皇后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太子刘据逃到湖县，躲在一个穷人家里。后来被人发现，官兵围了上来。太子知道逃不掉了，上吊自杀。他的2个儿子也都被杀了。这就是巫蛊之祸，一场由迷信和猜忌引发的人伦惨剧。皇后、太子、公主、丞相、将军，无数人死于非命。后来汉武帝慢慢冷静下来，开始调查巫蛊案的真相。他发现很多案子都是屈打成招，太子根本就没有谋反的意思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太子是被逼死的。悔恨像潮水一样淹没了这位年迈的皇帝。他下令把江充满门抄斩，把当年参与陷害太子、追杀太子的人全部处死。丞相刘屈毛被腰斩，2师将军李广利也为参与了另立太子的阴谋，也被灭族。但这一切都换不回太子的命了。汉武帝在太子自杀的地方建了一座思子宫，又建了一座归来望嗣之台。他常常登上高台，望着远方，希望儿子能回来，但儿子永远回不来了。这一年，汉武帝66岁，他打了一辈子仗，杀了无数人，建立了不少功业，但到了晚年，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。第8章，轮台罪己，一个皇帝的忏悔。巫蛊之祸后，汉武帝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。他打了几十年仗，开疆拓土，威震四方，但老百姓呢？连年征战，加上天灾人祸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史书上说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也就是说，汉武帝时期全国人口减少了1半。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，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政和4年，公元前89年，大臣桑弘羊等人上书，建议在轮台屯田，继续向西扩张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汉武帝肯定一口答应，但这一次他拒绝了。不仅拒绝了，他还下了一道诏书，公开检讨自己的过错。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。在诏书里，汉武帝说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谓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是有伤害百姓、糜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意思是，我自从登基以来，所作所为狂妄悖乱，让天下百姓受苦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从今以后，凡是伤害百姓、浪费天下财力的事，全部停止。他还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禁苛暴，止善赋，立本农，也就是禁止苛政暴力，停止擅自加税，努力发展农业。这道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。一个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却能公开向天下人认错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汉武帝做到了。他用这道诏书否定了自己一辈子的治国方略，从尚武转向守文，从扩张转向修养。这是一个帝王的忏悔，也是一个帝国的转折。轮台罪己诏之后，汉武帝停止了对外战争，开始休养生息，发展生产。汉朝的国力慢慢得到恢复。这位后来的昭宣中兴
打下了基础。结语：功过千秋。后元2年，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驾崩，享年70岁。他在位54年，是汉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他的一生波澜壮阔，功过参半，他的功绩足以照耀千古。他加强了中央集权，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框架。他北击匈奴，南平百越，东定朝鲜，西通西域，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本范围。他独尊儒术，统一了思想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。他开辟了丝绸之路，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。他给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，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。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——汉。但他的过错同样深刻。他穷兵黩武，连年征战，耗尽了国家财力，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。他重用酷吏，严刑峻法，制造了无数冤狱。他晚年迷信方术，猜忌多疑，酿成了巫蛊之祸的人伦惨剧。司马迁评价他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；班固评价他雄才大略；司马光评价他穷奢极欲，繁行重敛，内恃公势，外恃肆意，信惑神怪，巡游无度，使百姓疲弊。这些评价都对，也都不对，因为汉武帝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人。他既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，也是冷酷无情的暴君；既是开疆拓土的英雄，也是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。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帝国一样，辉煌与黑暗并存，荣耀与血泪交织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无法否认，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。他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时代之一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秦皇汉武的时代早已远去，但他们留下的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。这就是历史的力量，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，反而会在岁月的打磨中越来越清晰。